好，大家好，我是双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中兴刚刚发布的新一代的大旗舰 Axon 40 Ultra。在上半年的各家大旗舰里边，中兴算是姗姗来迟啊。但是这两台机器我们仔细上手体验了一下，发现可聊的点真的还挺多的。不管这天，小白测评马上开始。这个银色的啊，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非常有科技感啊，包括它的中框的位置啊，都做了这种淡淡的喷砂工艺的处理，但是它底下呢可能是镀了一层膜，所以是光打上去的时候，依然还是保留了非常不错的光泽感。镜头模组上，我个人觉得比上一代设计的要规整了一些，之前是4颗镜头啊，这次换上了3个6400万的主摄，这种两边削屏、圆中带方的设计风格，圈内也就是三星和中兴这两家了。这种风格的好处呢，就是进一步强化了机器的精致感。但是它也会牺牲一些握持感，就比如说 S2 Ultra 这个，你握持的时候啊，这个边角地方会非常的顶手心啊，用视线上的小伙伴肯定是知道了。中兴这一次呢，一拿上手我就感觉，这个手感啊，要比之前三星的那个好很多啊。我仔细看了一下啊，原因有2个，第一个就是重量控制，在之前我们就聊过啊，这老牌中兴呢，在堆叠设计能力上面还是非常强的。这台机器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啊，它只有204克，而且它是6.8寸的。第二个就是最关键的一步，这个机器做的是比较窄的，它只有73.6毫米。这机器说白了就是它比较细长，单手操作，大拇指覆盖的面积也会更大一些，方便你的日常操作啊。因为毕竟是自己专属的屏下技术，所以这块屏幕呢肯定也是单独定制的啊。这次呢，它采用了一个叫蓝钻排列的方式啊，整个屏幕的 PPI 呢达到了400，然后亮度方面啊，我们日常手动呢应该是600多，然后激发一下呢，我们实测了一下，在工作室呢可以达到800多啊，这个亮度还是非常有保证的。不过呢有一个点啊，就是它的同屏亮度差跟我们其他的主流旗舰相比呢，稍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其他旗舰的，比如说顶部和底部呢，大概能差20到30尼特，这台呢大概是在50、60左右啊，但这也是专门用亮度计，你看着这个数值才能发现的。日常使用中呢，确实感知不到。点亮屏幕之后，这个正面边框的视觉冲击力啊，给大家放一些特写啊，确实非常强。之前我们说啊，应该控制的最好的就是三星的 S2 Ultra， 人家自己产屏幕的嘛。但是这个我们上下左右详细对比，跟三星基本上是一样的，在两侧甚至比三星表现的还要更好一些，因为它的曲率方面稍微比三星大了那么一点，所以在两侧视觉上的减窄作用是要更强的。边框方面，现在大家看到的是13 Pro Max 的，现在啊是 X80 Pro 的，现在是三星 S2 Ultra 的，然后这个啊是 Axon 40 Ultra 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就是它的屏下摄像头。一开始我们有些小伙伴甚至错误的认为这机器是不是根本没有前置摄像头啊？也有正面做的很好效果的，但是如果要是有细微的东西划过边缘的话呢，你还是能够看出来锯齿感啊。但这次我们做了非常苛刻的试验啊，比如说我们把一个图标就在这个镜头的位置来回动，你别说锯齿感了，就是这个延迟啊、错位啊，真的看不出来。仔细问了一下中兴的工程师，就是每个屏下摄像头的像素点是由单独的驱动1对1来进行控制的，就是尽最大可能来实现同步还有抗锯齿的效果。如果你非常集中注意力的去看，在纯白的浅色界面，得是纯白啊，然后侧边的时候，你隐隐的能够感觉中间这一小块有一点点灰灰的感觉但是真的非常不明显，你得特别集中注意力才行。前置镜头打开，它会有一个小小的动画提醒你这个镜头在哪儿，要不提醒你的话，你真的是看不出来。隐藏做的相当好啊，前置效果怎么样？在预览界面的时候，确实有雾蒙蒙的感觉，因为刚才我特别让这个摄影灯呢照在了我脑后，然后我面部的这个什么小小的毛发啊或者汗毛什么之类的，它都 AI 给修复出来了。但如果你前面放个手的话，这个算法还有进步空间啊，这个手指的边缘呢还是能够看到一点点的虚影。前置的视频方面，预览界面同样还是非常糊的这个像蒙了一层纱。实际回放上，现在这个算法确实还做不到对这个视频实时的进行优化，这个雾蒙蒙的感觉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影像方面，关键配置给大家打出来是3主摄采用了双 MX787主摄和广角，然后下面还加入了一个可以实现5.7倍光学变焦的潜望式镜头。我们一起来看
实测。这次影像方面最大的特点还是这枚定制的 CMOS 等效35毫米焦段的后摄啊，相比于传统的23、26左右的焦段啊，35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小长焦啊，一上来感觉视角要小了一些。实际体验之后，咱们直接说结论啊，如果你是一个影像爱好者啊，或者说是35焦段的忠实拥趸啊，那肯定会让你得心应手，毕竟号称万金油。但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大众消费者，那么这枚35焦段啊，需要上手去适应一下啊，学习一下才能够好用。在大多数场景下 ，Xeon 40 Ultra 的主摄都有着不错的表现，调教偏浓郁的色彩风格会更加讨好眼球啊。比如这组植物的样张更加适合发朋友圈，在人文街拍的模式下支持胶片的效果，会给照片带上一些颗粒感，而且啊调的比较克制，大多数场景下都不会特别的明显，比较适合拍摄天空啊或者背景纯净的场景。因为焦段更长啊，等效35的虚化表现感觉要比23、26的表现要好一些啊。比如这组朝华夕拾，主观觉得有更和谐的画面和更好看的背景虚化。这组咖啡馆的样张里啊，35的主体会更加突出一些，更小的视角相当于帮画面做了减法，让画面更加干净整洁一些，不会显得杂乱。并且这几张的色彩上 Xeon 40 Ultra 表现也不错，同时35拍摄人物的透视也会更加接近人眼看到的样子，对比23、26会显得更加自然一些。50焦段虽然也接近啊，但多少是个长焦，需要多后退几步。所谓近可拍人，远可拍景啊，要不怎么叫万金油了。但是啊，反过来说，35也存在说长不够长，说广不够广的问题。比如这组灯牌和货架的样张啊，后面无路可退啊，35毫米的视角显得就不太够用了。那怎么办呢？啊，既然主摄不广，就直接上超广角吧。这次 Xeon 40 Ultra 的超广就使用了和主摄啊相同的 MX 787，配合自由曲面，在大多数场景下都可以得到不错的样张。比如这组楼梯Xeon 40 Ultra 超广的解析力表现就不错，并且这枚广角会是对画质的考虑啊。视角呢并没有那么大，等效是16毫米，相比于其他几台手机感觉都要窄一些。不过当前版本对于高光压制的表现不太行，在夜景方面表现也不是很好。官方表示后续会推送相应的固件有所改进。同时这次的长焦也没有那么长啊，官方表示 5.7 倍是从超广开始计算的，从主摄35计算的话大概是 2.6 倍，相对于传统的主摄而言呢就是4倍左右，等效91毫米左右。但实测不错，许多场景下我们还是很喜欢这枚长焦的，比如这组夕阳下准备去拍婚纱照的样张啊，时间地点人物故事似乎能感受到他们期许的美好。拍摄车流的时候灯光的质感表现也不错。其实可以发现中兴这次的后摄模组相对于其他手机是一个更广更长的方案，选择了一个更加均衡的配置，16、35、91，三摄焦段更加均衡。对于拍照有一定要求的小伙伴，搭配还不错的超广，25焦段可以用超广裁切，35更加接近肉眼的表现，可以用来拍出更有味道的样张，比如深邃的街景和人物。这就是我们刚开始结论的原因啊。对于普通大众而言，35焦段的主摄相对来说难驾驭一点啊，日常拍摄不太好取景，比如工作室不太爱拍照的小伙伴啊，他们拍出的就是这样的。但对于影像稍有了解、影像爱好者而言呢，这套更加均衡的配置可能吸引力会更大一些。视频方面，这三摄啊这次都支持 8K 拍摄，不过并不支持固定帧率，是动态帧率。在光线充足的白天可以获得30人的表现，比如大家正在看到的这段视频啊，是不是觉得清晰度好像还可以？但其实它只是画面的一部分，因为几乎用到了 CMOS 的每一个像素，所以在更暗的场景下帧率下降就比较明显了。这组夕阳下的表现啊，只有15帧，显然是不太够的。在视频的色彩调教上也是偏艳丽浓郁的风格，在拍摄植物风光的时候会更加讨好眼球，但在某些情况下啊，就感觉稍微有点挂历画了一些啊，饱和度有点过啊，并且因为是35焦段的主摄，在开启了防抖之后，画面的裁幅问题相对突出啊，所以效果弱了些。防抖这块希望后续版本能够进一步改善。总体而言 ，Xeon 40 Ultra 作为中兴的顶级旗舰，在主流的这些影像之中，中兴可以说是找到了自己的一条道路啊。35主摄确实非常独特啊，并且比较浓郁的调色风格，在许多场景下也有着不错的表现。但是对于普通消费者，有35毫米使用习惯上的门槛，视频的表现中规中矩啊。如果你喜欢拍照的话，那么35的魅力啊，相信你有所了解，还是值得试一下的。OK， 性能方面，关键配置我们还是一张图给大家打出来就不念了，直接来看小白测评数据库。实测数据部分，骁龙8纸面除了游戏手机之外，其实大家都差不太多啊。娱乐兔综合97万加，3D Mark 10249。CPU 方面 ，Geekbench 单核1200，多核3535。在存储表现上，与其他的旗舰也大差不差。落地游戏，首先王者120，平均118帧，波动6.4啊，功耗仅为3.85瓦，不错啊。这调教基本能和重能效的天玑9000差不多了。中负载90帧吃鸡啊，平均89.6帧，波动仅有1啊。
啊，功耗 4.42 瓦，在测过的骁龙8中也算是表现优良啊。这次中兴在中低负载下的调教啊，确实还不错。高负载原神平均帧率 45.2， 波动 49.7， 不高，平均功耗也仅到了 4.71 瓦啊，最高温度也仅为 43.8度啊。原神啊，这个功耗和温度确实很低啊。不过首先明显压了帧率啊，这版本游戏中还会出现一些小卡顿，不过在游戏显示精度上啊还行啊，没做什么阉割。实测下 Exxon 40 Ultra 有141万的像素点，数据库中表现中上。这个调度可能是考虑到了这个机器的商务定位啊，优先保证了功耗和发热。大魔王光明山脉平均 41.6帧，同样压了帧率啊，表现一般。功耗方面也和原神一样比较保守啊，仅为 5.59 瓦。温度方面最高也就到了 45.22 度。充电方面5000毫安时加上80瓦的一个组合啊，虽说80瓦，但我们手里这版本实测峰值也就到了42瓦左右，10分钟充入 33%，30分钟充到 81%， 前台充满用时45分钟27秒啊，完全充满总共耗时55分钟16秒。续航方面，小白测评数据库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剩余 66%， 还算 OK。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剩余了 22% 的电量。最后极限续航测试干到关机啊，这台机器一共坚持了6小时46分钟。你看调度没那么激进，加上又是5000的大电池，在骁龙8的机型之中啊，大家可以把非常不错4个字打在公屏上了。软件调教方面，可能是因为早期工程固件的原因啊，小白测评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有杀后台的情况，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计时用的这个时钟总是被后台杀掉啊，没办法，我们用另外一台机器计时，总共用时120秒，而且3轮测试一共清掉了12个后台，表现属实一般，希望后续能够持续优化。总体来说 Exxon 40 Ultra 目前版本的调度策略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取舍的啊，你摊上骁龙8这个平台也没办法，其实也不止一家采用这种策略啊。对于自家商务定位的大旗舰来说呢，是要优先保证续航和发热，限制极限性能的发挥啊。如果要是有倾向于游戏的，比如说专门再出个游戏手机，把性能给释放开。对于 Exxon 40 Ultra 啊，这么大个头的手机，能让你连续使用近7个小时啊，在续航上也确实有效果。macOS 之前视频中我们也聊过几次啊，后台管理和系统各方面的体验还有优化调教空间，就比如说杀后台方面，后续如果有明显的改善版本，我们会在各个平台再跟进跟大家分享。你觉得这算不算是直板旗舰的终极形态了呢？其他细节方面 8.4 毫米的厚度，当然两侧做了弧面，所以握在手里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厚重感。然后扬声器方面呢，它做了一个错位式的设计，顶部的这个在左侧边啊，底部的这个在右侧边，所以无论你横着朝哪个方向握持，它都会有一个露在外面，这个还是值得点赞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Doesn't work no more, but tells a lot of stories about you. Drinks more lately, ain't got pills in many different colors too. OK， 简单总结，首先对于我个人而言呢，我觉得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它的手感，对老牌大厂的设计堆叠能力还是要点个赞的啊。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6.8寸，做到这种手感，如果你体验的大旗舰比较多的话，应该知道是相当困难的。然后就是对于屏下摄像头的这个执着追求啊，这个就看你个人的实际场景了。如果你日常也就是前置拍照，或者说前置用的都非常少，那么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我还是再强调一下，这是我们手里这2台的效果啊，可能会存在一些个体差异。从 ID 到硬件到定位，其实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这个软件方面，希望能够后续继续努力啊，可能是中兴后面需要着重来去发力的一个点。中兴 Exxon 40 Ultra 满分10分的话啊，你给几分呢？本期视频出现的所有实测数据，我们都已经更新到了小白测评数据库小程序，你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啊。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啊，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不问这题，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